高度嘛，现在进去人是站不直的。就说我们就是因为它不能超过2.5米，所以说现在人进去是站不直的，我们就弄的升降式的。说驻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升起来，行车的时候就把它降下来。那个松紧带绑的，所以说就很方便，升上去降下来很方便。但是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出来过后它就很快就疲劳掉了，那个松紧它就扯得很长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暂时用绳子把它绑着，反正在这里冰天雪地的也升起来也冷。你做饭直接是接的气啊？对，车里面的气。对。你是把它自己改成天然气的？对，加天然气。但是我后面想了一下，这个是天然气，那个灶的话烧那种罐装气还不行。罐装气和天然气的炉盘不一样。那你的这个气不是能够做很多很多，就是使用起来很方便。我们现在这一罐气是在大连家的，是吧？是在大连旅顺口家的。然后用到现在看到还有3个，还有3个，就是你在房车里面取暖、做菜都是用这个里面的天然气。做饭其实主要是做饭，主要是取暖的话也不敢太用，关键是这边加不了。如果说能加的话，我真的就用这个取暖。但是这边加不了，所以说就还是。那你们取暖是用什么设备？采暖。这个车不好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车又没动力又不好开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安全带必须加。特别是过颠簸路的话，那肯定就保你人生。会很颠是吧？对，非常颠。多大排量的？1.6吧，应该是1.6。对。1.6能拉最高载重1850 kg。那还是我们中国造的车，总质量3.4吨嘛。我们过高速的时候，这个一共就2.4吨左右。我跟你说吧，我在高速上有一次，可能是车子有点问题还是什么，油门踩到底上不了60。但是你看拉的东西还是蛮多的，一个大个箱子里面还装满了你们的东西。对，就是保温板，2层是铁皮，中间是5公分的泡沫，然后里面是镀锌钢管焊的一个框架，蒙上这个彩钢板。这个我们在家里做了1个多月。这个保暖效果怎么样？就保温效果？说实在的，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。那一天就是这里最低31度那一天嘛，然后里面早上起床的时候零下18度。那保温还是可以啊，至少没有跟外界是一样嘛。还可以，说明还可以。这种房子如果不停的有暖气或者是烧柴火，在我们这个零下40-50度是可以扛得住的。这个中间是你们自己开的窗？对。都是自己做的，这个是在网上买的嘛，这个就网上买自己装上去的嘛。然后这些玻璃胶这些这么粗糙都是自己做的，所以说这么粗糙啊。动手能力真强哎！你这个窗子蛮贵哦，阿龙。对，贵吗？多少钱？贵。这个窗子是1000块左右。哇！就这一个窗户1000块，总共这个箱子大概就花了9000多块嘛。对面那个小窗是600多。就1600，会漏水吗？不会漏水。3层啊！而且国内未必做得了，都是进口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设计的好，就是这个升顶，其实我一直是最满意的。但是到这边呢，肯定不能用吧？这边因为太冷了。就是升顶的话，如果天气不是太冷，我们上去它就升上来，然后又通风，然后人又能站直，里面哪怕你做一点菜，它气味就从上面就飘走了。防雨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温跟防水，对吗？防雨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雨，因为我那个升起来过后，里面是没有连接的，它是空的。你没有任何软布连接什么的？没有。现在上面是压了一圈的胶条嘛，所以说降下来过后它是密封的。但是你升上去过后，它就是空的。其实吧，这样我们主要还是从成本方面考虑吧。挺好。这主要是从成本方面考虑。升一下看吗？可以升啊。能升吗？展示一下吧。是，来给我们展示一下，辛苦你们了。没有。这个房车专用的门好像就可以达到4-5千块钱一个。对，我们知道有，所以说没有买。2人都出去了，然后把它关上。待一会儿它就冻住了，门打不开，然后拿铁锹撬了好久才撬开。就说平时的话，这里用钥匙轻轻一带，它就打开了。就没想到这里没有考虑到它会说冻住。上冻，对，这个你在家里是怎么也想不到的这个问题。看这个细节，钥匙已经被他们掰弯掉了，所以说说实话还是探险不冒险。它里面是有遥控器的。还有啊，直接电动升顶。哇！粘了就算了。这是粘住了吗？它是怕冷气吹进去了，粘了一下那胶布。
高能升到40。你看，完全就升起来了，好大个空隙啊！其实该有的都有嘛，这么大一张床。对，就是床的空间占的太多了。其实还有一个秘密武器。啊，还有秘密武器啊！什么秘密武器？因为这个墙可以整体起来的。哇哇哇！重点来了。其实我们这个车子吧，设计的也不是说只是来东北啊，我们也设计有，比如说到天气暖和的地方啊。哦，那这样到海边，到那个什么雪山、湖泊，把这整面墙都打开。对，我们并不是说只是到东北来的，设计的就是说到天气暖和的地方，还可以把这边打开的。啊！哦，还是液压撑杆的嘞。好的，天冷了，液压撑杆会有一点点乏力。在家里是还能再上去一点的。被震惊到了，1万块钱以内，是啊花销不到5万就弄了一个这么实用版、空间这么大的房车。啊，但是油耗还能接受吧，10升油。 10升油。 10升油。对，挑战一下。烧油的话就是10升，如果烧天然气的话就3毛1公里。接下来去哪里？具体的话还没有考虑吧，反正我们回去的话还是准备沿着331往回走。但我觉得你们有那么好的一个观景的平台，为什么不去到那些特别美的地方，比如说海边、云南的泸沽湖之类的？会去，会去啊。这个真的是现在是保密的。这是采暖。对，这个是采暖，一体式的采暖。你们两公婆是80后吗？80后。对，80后。我现在上他们的房车里面去参观一下，这个就是他们的采暖。这个勇哥说是用来保命的，对，这是保命。在这个环境下是用来保命的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大床，一进来就是一张大床。这个床的尺寸是多少啊？1.5米乘1米7多一点。哦，1.5米乘1.7米。反正你们2个人肯定是够睡的。够睡。因为进来这个床还挺大，占的空间还是比较多。然后旁边呢就有他们的一个工作台，这里还带了个冰箱哎。对。这个冰箱没用。没用啊。天气热的时候它就冻不上，天气冻上了它就冻上了，会冻上啊。就和周星驰的手电筒是一个道理。现在就做保暖箱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冰箱是4季轮回版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贴的那个白色的锡纸是干嘛用的？这个是失败的作品，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睡觉。因为关了采暖，全部起霜，然后要结冰，是吧？哦，对。然后陈忠妹就说这样贴一下，结果这样贴了不行，倒转就说它水就是往被子上面弄。哦。所以说这个我们待会儿要把它去掉的。现在因为是在这个暖气房里停了2天，如果没停的话，这里全部是冰，这里全部是冰。那你们之前烧烤是在哪烧烤？我看你们在车里面烧烤。就在这里烧烤啊。哪里啊？你们有烧烤？哦，我看到了烧烤架。对，其实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也是我自己找人做的啊。平时的话，我们煮东西就把它这样放，然后锅就放在上面，就是煮东西。如果说要烧烤的话，就是把它这样放，然后下面接一个盘子。哦。下面接一个盘子，然后就烧烤，然后就挂在这里。它就不会。它烧烤的油就不会掉到这里，所以它一点烟也没有。还是立式的。对，既可以横式，也可以立式，这个还能取暖嘞。对，所以说一物多用，这个我觉得我是出来过后我最满意的一个东西啊，这个真的是我最满意的。我最佩服我们80后的就是动手能力，奇思妙想啊，总是把小时候那种玩的东西带入了生活。对，动手能力好强啊，感觉这里的东西都是自己手工做出来的吧？桌子这些。对，这些都是自己做的，这些都是汉人自己做的。烤火、做饭、烧烤，3用啊。它3用。对。在海边，我觉得升顶还不是说最好的，最好的就是你这个无敌大窗。哇，这样看海景，躺在床上看海景多爽啊！看雪景也美啊。哦，对，看雪景也太冷了。哇，你冻得跟冰棍一样，你还有心情看雪景啊？对吧？心里面热就好。这里有一个他们的投影的幕布。1万块钱，包括这个框架，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包括电瓶，铅酸电瓶2.4度电才800块，所以说铅酸电瓶还是有它的好处，但是太大太重，50公斤，
就是总共加起来就280安时的负电瓶，大概3点多度电吧。哦，3点多度电啊，那还是够用的吧？对于你们来说，因为你们还可以烧气的嘛，取暖啊、做菜那些，又不是说完全用电。天凉的话是完全够用了，但是天热可能如果说想带空调，那是想都别想啊。这个就是他们房车的内高了，如果不升顶的话呢，还是会顶到头的。但是升顶之后，里面就好高了。那刚刚阿林站进来都没问题。阿林你是多高？1.8米？我穿着鞋可1.83米嘛。1.83米，阿林都不顶头。其实都还没升到最高，但是没必要再升了。升高之后很通风，因为它这里不是封死的，夏天还是不会闷的。夏天应该打开来睡吧？你们会？夏天会留，就我们这次出来的话，每天睡觉都留一点，都留一点啊，那样的话空气好一点。如果这边冷了，就肯定不会了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他们这个货车自改的房车，就是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行动，也要把它给实现出来，真的很棒，不错啊！我觉得他们改的这个房车，真的把我们之前想要的那一种效果，就是躺在海边，然后看个整个海景那一种，海景房。超级无敌的海景房，这个就是去到哪里都是一个无敌的风景。原本的意思是上面要装太阳能板，装太阳能板，我那里的话它是活动的，就是说到时候可以把这个底，然后弄一个斜度对着太阳，所以说我里面装了2个遥控器。但是现在太阳能板最终还没有装。车子买的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？二手的。二手买了多少钱？3万多吧。3万多，那加起来就4万多，一共下来5万块钱左右。哦，5万块钱左右。其实我们的船后面是可以放下来的，但是出来没几天，每天放，然后每天去铺床，重新铺床，然后早上的时候又把它收掉，然后弄了几天就嫌烦，然后就完全就不把它收回去了。跟我一样啊。我的那个床车，那个床位是得把座椅给拆出来，放到前面我才能够铺下来的。后面我就嫌烦了，我就再也没动过它了。对，所以很多人就一直放着。设计那个床车或者房车也好，固定床。对，一定要固定床，你别想着就是折叠，然后又可以睡床，活动空间又大，没用。你跑几天过后，然后你就嫌麻烦了。对，嫌麻烦你就不会弄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房车一定要有，不管是床车还是房车，都是要有固定床会好一点，方便，主要是方便。对。一累了，开车累了，马上倒头就睡，这样子是最方便、最舒服的。就是你们在路上有没有被交警查过？这样子一个感受。我们来漠河的时候被拦过一次啊，就是我们一路5000多公里从来没被查过，就是临近漠河的时候，有交警来说要叫我们看行驶证、驾驶证，我们拿给他看，他也什么都没说，然后。一位帽子叔叔还说：“哎，我还挺羡慕你们的，退了休过后我也这样弄。”说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放了一个货箱在上面，我没有把它焊接在车体上，我只是说直接放上去了，然后也没有车子本身是根本没有改装的。第一，我不超高不超宽，这样的话是没问题的啊。至少我们走了5000多公里是没问题的。这个1万块钱所达到的功能效果，实际上跟网上某进口品牌卖的15个 W 的是一模一样，只是人家精细化了、奢侈化了，这并不影响他们出行，主要是性价比高啊，主要是不耽误吃烤肉啊，不耽误吃烤肉。对。好了，你们慢慢休息了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